这台电脑是整个计算机历史的活化石。它的型号呢叫做 Macintosh Classic。Macintosh 就是麦金塔电脑的一个英文。次世代所有的 Mac 产品都是由它而来，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啊！它诞生于乔布斯车库创业的初期，1990年一直发布生产到了1992年。我这台呢是1991年初生产的，应该是最早的一批成品了。它的样子和1983年乔布斯亲自发布 Macintosh 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你看我手里这张乔布斯给我的签名照啊，他加州的公寓里空无一物，但是却唯独摆放了一台 Macintosh， 足见乔布斯对这个工业设计的喜爱程度啊！别以为我要说最近发布的苹果新设备了，我反其道行之，再把时间给你往前推。Today we celebrate the first glorious anniversary of the Information Purification Directives we have created. 这是麦金塔发布时的广告，叫1984。那个拿着大锤努力冲破一切的苹果再也不见了。We shall prevail. On January 24th, Apple Computer will introduce Macintosh. And you'll see why 1984 won't be like 1984. 哎，你以为老张是来给大家讲故事的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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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今天要复活这台有历史意义的 Macintosh， 让这台见证历史的电脑再次见证历史。这是现今的 Mac 电脑，不能说设计的不好吧，但常年吃老本的蒂姆·库克已经基本没有几管牙膏可以挤了。性能最强的 M2 Ultra 处理器的满配要68999。而 Mac Pro 最高配备24核 CPU、76核 GPU 的版本，更是轻轻松松起价就来到了63499。iMac 现在就是弱鸡的代名词啊，只有 M3 标准版8核处理器，最高24G 内存，2TB 硬盘，价格却也要21499，真的是不坑穷人啊！其他的 Mac 咱都不用看了。1984、2024，整整40年过去了。乔布斯啊，乔布斯，我要为你整一台最强的原版麦金塔，向你致敬，也送给70后、80后、90后老张的老伙计们，纪念那个最精彩的年代。我原本的思路是这样式的：找一台麦金塔，把它的废旧主板和显示器都拆出来，然后买一台满配的 Mac Studio， 拆掉外壳，然后啪合体就变成了最强麦金塔。但这样做，第一 ，M2 Ultra 最强版本的性能还是不够强；第二呢，不完美，这 I/O 对不上啊，显示屏还需要从机身里面伸出一根线，再插到外面的 Studio 的 I/O 上，很不完整；第三呢，就是太简单了，这不就没意思了吗？所以就有了现在的不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呢是逆向思维来的。什么 CPU 能够超越 M2 Ultra 的性能？至强 W3265？ 这个我之前已经做过了，没意思，不够强。AMD R9 7950X3D 还是不够强。最强处理器14900KF， 当然了，是针对黑苹果的啊，就是它了。最强的显卡能够超越 M2 Ultra 的是什么？我之前装的最强黑苹果里的 6900XT？ 不，现在可用的是 6950XT， 可以伪装成 6900XT 来驱动，性能还可以再提升，还要能超频，所以要配 Z790 的主板。这机身可以容纳17×17的 ITX 主板，并且考虑未来的可升级性。最完美的就是这标准 ITX 了。ITX 主板最多插2条内存 ，Z790 标配 DDR5， 最大单条的内存是啥？48GB， 2条双通道96GB， 硬盘国产之光 2TB 7000兆币每秒，多猛！随时还能再加，丰俭由人，多好！
目标很简单啊，最小破坏，最好不要破坏，甚至还要美化麦金塔的这个壳子，然后把这些最顶级的 DIY 配件一股脑的给它怼进去，然后啊还要有阿肯老师最爱的分体水，大家都转发给阿肯老师，让他来赶紧给我点赞啊！分体水，你疯了吧你？其实是被逼的要做分体水。这是能够勉强驯服14900K 的360一体水，这冷排，这尺寸根本放不进去呀。还有这6950XT，虽然说比6900小了一号，但是依然放不进去麦金塔的机壳呀。这怎么办呢？能难倒老张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看这是啥？好厚啊！厚就对了，这叫120厚排。60毫米厚度，一般的薄排啊都是20毫米厚度，就是2公分。它相当于把360冷排左边折一下，右边再折一下，把它叠到一块儿，三明治结构。实际上内核是个360冷排，妙啊！哎，这就巧妙解决了散热问题嘛。事实上，我这个14900KF，我还把温度墙提高到了110度，再也没有撞墙过啊，稳的一批。6950XT，我把它的散热器一拆，哎，也给它换上分体水冷头，也给它超标的配上120的厚排，这简直吕布骑狗了啊！这样一来呢，就需要一把又静又强的120风扇来压它。猫扇12厘米厚扇，25毫米厚，老张经常用啊，表现稳得很。水冷硬管是不可能硬起来了，厚软管上，快拧头自己拧吧。还有这泵箱一体式的水泵，我这个17瓦足够了。还有 PWM 调速和手动强制泵速2合1方式 ，CPU 冷头，还有玩分体水那一堆堆的小配件不说了啊，再配上老伙计们口中的750瓦山寨电源。好啦，如何把这一堆硬件怼进去？你这显示器呢？呀，忘了这事儿了。但其实简单啊。你看我手里这道具啊，假装它是 iPad 5代，这个已经吃灰了很久。我把它的显示器拆下来，哎，找个驱动板，直接一怼就完事儿了。麦金塔的屏幕尺寸呢是9寸，这两个都是执拗的4:3的比例，完美。那咱们先来把屏幕给它搞定。这是我配的驱动板，非常简单，一接就完事儿。2个 Type-C 一线连，还有一个 HDMI 接口。我就这么一怼，这不就把显示屏解决了吗？你看过巴铁老哥修汽车大灯吗？修大灯，这我得看看啊。开了眼了呀，有了。显示屏搞定，原汁原味还原啊，看着复古。但咱这个可是2K 分辨率、60赫兹刷新率的视网膜屏，苹果现在的液态视网膜就是垃圾。走。OK， 这就成功了。开装黑苹果，最完美的黑苹果系统 Ventura 最新版啊！我换了原版无线网卡，这接力 AirDrop 双向传送 ，Apple Watch 解锁 ，iPhone 做摄像头全部完美。英特尔处理器大小核正常，变频正常。给大家看一下系统信息啊，你看14900KF，还有我96GB DDR5的内存，我还小超了个内存频率啊。苹果后台看到我这硬件信息分析的是不是得崩溃？是时候给白苹果点小小的震撼了。咱们开始测试 Cinebench R23 10分钟多核39080分。大家看一下下面的是谁？上一次咱们搞机的3265W 啊，24243分。
我再给大家对比一下白苹果 M2 Ultra 加128G 黄金内存是多少分呢？28951分。M3 多少分呢？10421分。M3 Max 呢，也不过24066分，赢麻了。R3 单核的得分，我的麦金塔2087分，轻轻松松啊。对比一下，苹果 M 系列也不过如此嘛。GPU 性能方面 ，Geekbench 6 Metal 得分，我的7950XT 手搓水冷版231653分 ，OpenCL 121362分。咱们只对比目前苹果最强的76核 GPU 啊，也就是 Mac Pro 顶配用的那个 GPU， 它的 Metal 得分是222147分 ，OpenCL 128937分。可以说在 Mac 环境下轻松碾压最强苹果 GPU， 赢麻了。磁盘读写方面，白苹果 Mac Pro 的硬盘读写大概在6500兆每秒，我的麦金塔随便找了个国产 SSD， 轻轻松松6000兆 B 每秒。你苹果硬盘比金子还贵，你不扯呢吗？接下来是名场面，老张第一次见啊 ，Blackmagic 肉渲染，无论是 GPU 还是 CPU。全绿啊 ，8K 剪视频跟玩儿一样，真牛逼啊！稳住稳住哈，咱们还需要把这一堆硬件给怼进去呢，因为这内部空间太狭窄了，这才是难度级别 Pro Max 的事儿啊。我呢，先请灵魂画手游哥给大家描绘一下内部空间的安排。这个下面是主板，背面你看这是它的 I/O， 这是水冷头凸出来的，用90度的弯管来进出水。显卡呢？它是这样式儿躺在主板上面的，睡在了一起啊。还有麦金塔原版的这个铁板直接给它隔开，然后用连接线和主板的 PCIe 连接。这是电源啊，是这么立着放。这屁股呢正好对着麦金塔原机的电源口。水泵水箱，我用了2个独立的水路啊，一个放在这儿，一个放在这儿，一个对应 CPU， 一个对应 GPU。接下来要设计2把风扇，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风扇呢在最外侧挂着，属于抽风式散热。侧面看呢就是这样式儿的。接下来开 I/O 的孔，这匹配度完美。瑞士胶固定 ITS 的孔位螺丝搞定，完美。12厘米的风扇开孔，垃圾，每次搞机都想砸东西，上大家伙。秒杀！好了，是时候给世界点小小的震撼了。咱这不光是内部进化，外部是不是也变得有点复古朋克那个感觉了？给大家看看我这改造的 I/O 接口部分啊。这次没有人说老张的手艺粗糙了吧？严丝合缝，完美。你看这电源改的位置都是圆孔位，原来这是保险丝的位置，我把显卡的 Type-C 一线连给它引出来了。未来我这个麦金塔还可以随便外接更大的显示器。这里呢是原版的电源开关，我直接给它接到了主板上。所有设备全部启动，还有这。配上我淘来的 HHKB 排列的麦金塔 M0110 机械键盘，懂的都懂啊。再魔改一个 M0100 的鼠标，懂的也懂啊。你看看这鼠标，竟然还有个小小显示屏，你敢想？完美。完美？何止完美？你看这是啥？软驱？蓝光光驱。你再听。I'm Peppa Pig.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George.
This is Mommy Pig, and this is Daddy Pig. Peppa Pig. 我操，还有音响呢！内置4支平板扬声器，自成共振腔。放个碟呗。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二级准备，三级准备，发射！葫芦娃，葫芦娃，你敢唱喊上几个花？好啊，你这死丫头，吃里扒外，跟葫芦娃勾勾搭搭。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请听崔健演唱《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But we do have one more thing. 苹果在公司的初创时期，让乔布斯功成名就的分别是1976年和沃兹尼亚克一同做的 Apple One， 有了 ID 设计的 Apple Two，1977年发布，从1980年开始，苹果发布的 Apple Three。当然了，销量一落千丈啊！紧接着，科技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就发生了。乔布斯在参观了施乐公司的图形操作系统电脑 Auto 之后，他用自己女儿的名字 Lisa 命名并发布了这台划时代的电脑，世界上第一台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这台电脑因为售价高达9998元美金啊，在1984年，你想想什么概念？北京10套房吧。所以苹果业绩惨遭滑铁卢。不过 Lisa 这台电脑却是划时代的。比尔盖茨就是看了这台电脑，研发出了视窗操作系统 Windows， 也就是后来被大家随处可以见到的 Windows 10啊、Windows 11啊，这也造成了科技行业的世纪争端啊。乔布斯一直对比尔盖茨的抄袭不耻。咱们收一下，说回到苹果，惨遭 Lisa 的失败之后，乔布斯主导设计了 Macintosh， 然后就是这段发布会了。发布会上还公布了震撼整个行业的1984广告，暗暗影射的是苹果 Macintosh 是一个破局者的形象。瞬间，整个科技行业都被点燃了。苹果左手打试图垄断行业的 IBM， 右手打没品又抄袭的微软。但是很快 ，Macintosh 被爆出散热不佳，因为它没有主动散热啊，并且没有紧跟时代内置硬盘。销量在登峰之后急转直下，紧接着乔布斯就被赶出了自己创建的苹果公司，苹果开始吃老本，有点像现在的苹果啊。苹果呢站在 Macintosh 的老本上，生生挤出了 Macintosh Classic、Classic 2、Macintosh Plus， 简直招数啊都和现在的 iPhone 一样，要不咋说乔布斯这人遇人不淑呢？所以我说我这台电脑是经历了计算机历史的活化石，它见证了 Mac 打败 IBM 的强权，在 PC 市场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它还见证了图形操作界面的普及，它见证了乔布斯发布 Macintosh 的志得意满，也见证了乔布斯离开苹果的暗自神伤。它见证了抄袭者 Windows 和兼容电脑的崛起，也见证了从破局者变成狗尾续貂的无创新更新。